手，我都快被你掐死了！回答本王。昨夜王爷喝了你送来的安神汤，不到半个时辰，人就断了气。药是你煎的，也是你送的，你还想抵赖？药罐离开药房时封着蜡，香药管事亲眼看着我交出去，中间碰过药的人不止我一个，凭什么只抓我？就凭你已经画押认罪，你说那是验药口干我才按的，你骗我！王爷留下手令，若他死于你送的药，你便入关抵命。王爷已经昏迷3天，什么时候写的手令？手令是本王从成业书房取出的，王府印章也是真的。宁王殿下，大圣没有活人陪葬的律法，你明知道他们是在杀我。小满，所有证据都指向本王救不了你。这个味道，王爷昨夜是不是也熏过这种香？你胡说，这是灵堂用的安魂香。安魂香没有甜腥味，这里面混了绵月香。封官，你连查都不查，不能让你再扰乱灵堂。萧敬恒，你不是查不清，你是根本不想查。王总管，我能验药，给我1颗粥，我就能查出王爷中的是什么毒。来不及了。你们封官还不够，还要烧死我！太医院急令，王爷尸身带毒，必须连关焚烧。我还活着，外面的人听见没有？我还活着！王爷，对不住，我不是故意碰你，我只想找个能喘气的地方，和刚才的香一样。你还有脉？谁派你来的？你先松手，我都快被你掐死了！回答本王。王总管和宁王把我塞进来的，他们说我毒死了你，还伪造了认罪书和陪葬手令。你刚才摸本王的脖子做什么？我在给你摸脉，你没死，我也不用陪葬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你认得本王中的毒？绵月香，它能让人脉息变弱，看起来和死人一样。你衣领上还有味道，灵堂的香药管事身上也有。一个药婢为何懂这些？我娘顾清代是女医，我从小跟着她认药，她不是毒死先皇后的凶手。你看见了什么？我看见你会娶一位红甲女将，我会和温太医开医馆，最后你会死在一场大火里。一派胡言！他们开始点火了。你说香药管事身上有绵月香？对，他从我身边经过时，身上的味道和你衣领上一模一样。那就喊他过来。喊他做什么？让他亲手打开棺材。香药管事，我知道绵香藏在哪里了，你再不过来，所有人都会知道是你下的毒。顾小满，你说你知道绵月香藏在哪里？你把棺材打开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。少跟我耍花样！你不敢开，是怕我出来以后第一个查你吗？先把火灭了。他若真藏着绵月香，直接烧会让毒气散出来。宁王殿下，您看……灭火，开棺。他若拿不出证据，再烧不迟。快一点，我快喘不过气了。别急，我这就送你上路。本王还没死透，你就急着杀第二个人了。王爷，你还活着？关门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一个都不准走。
王爷，你既然早就醒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话？我差点真被烧死。本王若早开口，怎么让他自己送上门？说，谁让你用明月香害本王？王爷饶命，小人只是奉命办事。奉谁的命？白眉粉，他用这个盖住绵月香的甜腥味儿。白眉粉出自何处？京城各府都用白眉熏衣，仅凭这些粉末，查不到背后的人。没有证据，本王自然不会冤枉堂兄。不过凶手死在这里，这间灵堂里的每个人都要接受审问。应该的。本王昨夜察觉中毒，顺势假死查凶。顾小满在关中认出绵月香，救了本王。谁再动他，便是与下毒者同等。别逞强，你的毒只是被压住，根本没有解。温言在前院等着。那你去找温太医，拉着我做什么？毒是你认出来的，跟上。我只替你压住1个时辰的毒，你倒好，真在棺材里躺了1整夜。凶手已经现身，这么快？他闻出来的。我早说过，小满对药材的鼻子比我还灵，你以前偏不信。温太医，你就别夸了，我刚从棺材里捡回一条命。余毒还在，接下来7日每天都要按脉象换药，要由顾小满来配，你负责验方。让我配？你若真懂绵月香，就证明给本王看。我证明了，你就还我清白，放我离开王府。查清幕后之人，本王放你走。你知道这2味药不能同时下锅。先放雪参，药性会被压住，要先熬苦心草，再放雪参。你的医术留在药房打杂，确实可惜。温太医，你以前说过，等我脱离罪疾，可以跟你学着坐诊，还算数吗？当然算数。等案子结束，我们合开一家医馆，你坐诊，我管疑难杂症。真的？铺子我来找。京城若容不下我们，那就一起离京。本王听得见。我以为你睡着了。本王的毒还没解，你就急着跟温燕离京？我答应给你解毒，又没答应一辈子留在王府。从明日起，每日亲自把药送来。案子查清之前，你哪儿也不准去。不让我走也行，但话先说清楚，我配的药你得按时吃，你自己不吃，毒解不了，不能怪我。先把药配出来，再说这些。还要按时告诉我身体有什么变化，头晕、心慌、手脚发冷，一样都不能瞒。你一直这么啰嗦。怕死的人都啰嗦，你若死了，我还得再背一次毒害王爷的罪名。他说的没错。接下来7日，小满每天按你的脉象换药，我负责验方。明早开始。脾气这么大，也不知道药能不能压得住。我是说，我一定把药配好。2颗药丸，饭后服。今天若觉得胸口发闷，马上派人叫我。放下。你不当着我的面吃？本王可被人下过毒，没有随便吃药的习惯。那就先让温太医验，验完没有问题，你再吃。收起来。药放凉以后，药性会变。本王知道。昨日的药，你还是没吃。本王自有安排。你的安排就是让他在柜子里落灰。顾小满，做好你该做的事。再多滚2圈，我就尝不出药味了。这一圈正好，快吃，吃完告诉我舌头麻不麻。
王爷，您刚才又头晕了，先坐下吧。不必，这是给本王的。是。他的果蜂蜜，本王的就这么苦？温太医吃的是试药丸，他替你试过，我才能确定你吃下去不会出事。你倒是很会替他着想。他肯看我的药方，也肯亲自试药，我对他好一点，有什么不对？你的意思是，本王不如他？王爷真想比较，就先看看我给你的7支药匣。第一日的药里放了几苦心草，第2日为什么加雪参？第3日又为什么减量？本王没有看药方。你连匣子都没打开，当然没看见药方。本王谨慎一些，有什么错？谨慎没有错，可你可以让温太医验，也可以当面问我。你什么都不问，一颗药也不吃，却怪我只对温太医用心，这讲不通。他这7日每天根据你的脉案改方，有2晚为了等药汤收干，他守到天亮。这些事，他为何不告诉本王？我每天都把药方放在匣子里，你一次都没打开，让我怎么告诉你？王爷不信我，可以不吃我的药，但不能连看都不看，就说我没有把最好的留给你。刚才不是挺厉害吗？现在怎么站不稳了？你快扶我一下，我刚才腿都软了，全靠桌子挡着，才没让王爷看出来。怕成这样，你还敢一句接一句的顶他？他不讲理，我总不能一直忍着。顾小满，王爷还有什么要问的？进来。本王没有服第1日的药，你第2日为何还要重新配？温太医每天都给我送脉案，你的毒性在变，药量当然也得跟着变。这些话，为何不当面告诉本王？我每日都想说，可王爷每次只让我放下药，然后出去。这些药还能不能吃？不能，药丸受了潮，药性已经变了。重新配一份。你要吃？不吃药，难道继续靠温燕的银针撑着？这次不用人把药收进柜子了。本王当着你的面吃。雪参不是补身体的吗？为何放进解毒药里？连月香伤心脉，只解毒不护住心脉，毒还没清完，人先撑不住了。这个药量正好，多一片太燥，少一片又护不住心脉。先喝一半，停一会儿，若没有心慌，再把剩下的喝完。这么苦？苦心草当然苦，王爷先前不肯吃，不知道也正常。温燕试药时还有蜂蜜，本王什么都没有。那颗蜜饯不是给本王的。王爷身体好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方才是谁说本花心脉受损，身体撑不住？一颗蜜饯而已，吃不吃都一样。秦风，把东西拿来。这是我娘的衣箱，5年前，官府把它收走了。
我去过刑部3次，他们连门都不让我进。本王查5年前的清代毒案时，让人从刑部旧库取了出来。你要拿它查我娘？里面没有害人的毒方，只有他留下的药具，他应该还给你。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。这是王府药铺铜牌，以后缺什么药，自己进去取，不用再向管事低头。你为什么把这些给我？7只药夹，是本王错怪了你，这些东西算本王赔罪。王爷是在向我认错？本王只是不喜欢欠人。温太医，济世堂的和气写好了吗？写好了，不过你不是说等案子结束再签吗？不用等了，现在就签。本王刚把衣箱和铜牌交给你，你就在本王面前跟温燕签和气。孔牌是用来替王爷解毒的，合开医馆是我离开王府以后的事。顾小满，本王才刚开始信你，你就这么急着走？王爷肯信我，我很感激。但我本来就不可能一辈子留在王府。为什么不可能？我是顾小满，不是谁养在府里的药婢。我想开医馆，也想过自己的日子。所以你急着和温燕签和气？这是我的以后，和王爷没有关系。王爷，花灯市集有3个人闻香后昏倒，巡城卫从香摊上拿回了这个，是绵月香，味道很淡，寻常人只会头晕，不会立刻发现中毒。香摊的人抓到了吗？摊主已经跑了，花灯会人多，巡城卫正在封路。现在封路会惊动他，只要香摊还在，我就能顺着气味找过去。你留在王府，除了我，没人能从几百种香里闻出绵月香，再耽误下去，线索就没了。换衣服，本王陪你去。王爷离我远一点，你一直盯着我，凶手不敢出现。本王不盯着你，难道盯着花灯？你这样不像光灯会，像来抓人的。本王本来就是来抓人的。姑娘，撞疼你了，这支平安香囊送你赔罪。这里面不是平安香。知道的太多就别活了。你早就埋伏好了。先离开这里。我的肩膀。回王府，立刻叫温燕。轻一点。剑上没有毒，伤口不深，忍一忍。这张图是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他们会冲我来。你带我去灯会，不是陪我查案，是拿我把刺客引出来。本王在四周安排了护卫，不会让他们靠近你。那支箭还是伤了我。这是意外。若那支箭再偏一点，我死了，也算你的计划没有问题吗？你说开始信我，可你连一句实话都不肯告诉我。是本王替你做了决定，从今日起，凡是需要你承担风险，本王先把计划全部告诉你。去不去，由你自己决定。我若说不去呢？本王不会逼你。王爷，刺客招了。绵月香最重要的一味药来自北境军营。北境军营？镇北将军沈昭宁奉诏回京。
小满，姐姐回来了。姐姐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差一点就见不到你了。谁欺负你了？告诉姐姐。这伤是谁弄的？只是擦伤，已经没事了。小满住在你的王府，伤落在他身上，摄政王，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。本王拿他诱敌，却没有提前告诉他，是本王做错了。一句做错了，就算完了。姐姐，他已经烧了后面的诱敌计划，也答应以后不再替我做决定。你又替他说话？我不是替他说话，他有错，我已经骂过了，他肯认错，也肯改，这件事暂时翻过去。我妹妹心软，我可不软。再有下一次，我这把刀不会停在你脖子旁边。不会有下一次。沈将军，刺客用的绵月香牵涉北境军药，我正是为了这件事回京。北京近半年少了3批药材，我把军药账册全部带回来了。去药房谈。小满，你盯着我们做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查账。药材离开北境时，数量和封条都没有问题，到了京城，却少了3箱雪参，多出2箱不在军药单上的香料。药材进入京城后，停过什么地方？宁王府名下的长亭驿站。香药管事死前去过的最后一个地方，也是长亭驿站。需要把王府里的绵月香残料与北境药材逐一比对。姐姐，你拿我的铜牌去药库，王爷熟悉王府药材，他陪你一起查最快。那你呢？我肩膀疼，正好留下休息。方才抱人的时候，没见你肩膀疼。现在开始疼了。姐姐坐这里，王爷看账快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先出去。药库铜牌给他，座位也让给他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帮你们查案。查案需要你见到本王就躲？姐姐英武聪明，又是镇北女将，王爷与姐姐一起查案，本来就比带着我合适。只是查案，为什么要讲合不合适？你们身份相配，站在一起也很般配。身份相配，本王就必须喜欢他。以后相处久了，说不定就喜欢了。那你和温燕都是医者，也已经相配到可以成亲了。我没说要嫁温太医。那你凭什么认定本王一定要娶沈昭宁？谁说我要嫁他？我回京是查军药，不是来捡你不要的男人。本王也没有让他捡。你先出去，我有话问小满。现在没有别人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把萧承业推给我？我在棺材里碰到这块玉，看见了3段未来。什么未来？我看见你穿着红甲，和萧承业一起拿从着红绸。我还看见我跟温太医挂起医馆牌匾。最后，我看见萧承业倒在火里。我怕我若留在他身边，那场火就会真的发生。就凭这块石头给你看的那3段场面，你便急着给我塞男人？我不是给你塞男人，我是怕抢了姐姐的姻缘。我的姻缘什么时候轮到一块石头安排了？
刚才我和萧承业一起拆账册，也各自抓着红带。难道我们拆一次账册，就要成一次亲？可你穿的红甲，和我看见的一模一样。我是镇北将军，不穿红甲穿什么？你看见红色便往婚事上想，怪我还是怪这身铠甲？你和温燕挂起医馆牌匾，只能证明你们一起开医馆。萧承业倒在火里，也不能证明他真的死。可这些事情万一都会发生呢？发生又如何？未来出现相同的场面，不代表一定会出现你害怕的结局。小满，你看见的是一瞬间，不是完整的一辈子。我不敢拿他的命去赌。你这么怕他出事，是不是喜欢上他了？我没有。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把母亲衣香抱回来以后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？那是因为衣香。不喜欢他，你为什么宁可自己吃蜜饯，也不敢递给他？姐姐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王府就这么大，你那点心思根本藏不住。我一开始真的很怕他，后来他肯信我的医术，也肯承认自己做错了。我越觉得他好，就越怕那场火是因我而起。喜欢一个人，不是替他躲开所有危险，更不是不问他的意思便离开。你要不要留下，应该问自己的心。萧承业会不会进火场，也应该让他自己选。我想再看一次，只要看清火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我就知道该怎么选。他什么都不给我看了，坏的正好，以后少问石头，多问自己。账册有了新线索，现在方便进去吗？进来吧。肩上还疼吗？还有一点，不影响变药。左边这块来自北军药箱，右边这块是在长亭驿站重新封上的。右边有宁王府的白眉印。驿站车夫已经招认，药车进入驿站时停了半个时辰，有人换过其中2只药箱。所以绵月香不是从北境送来，是在宁王府的驿站里被放进去。现在线索都指向萧鼎峰，但车夫没有见到他本人，我们还缺能让他无法抵赖的证据。明日宫中为我设庆功宴，北境贡香和军药都会送进宫，幕后之人一定会借手动手。昭宁守住贡香，秦风检查所有入口，温燕提前准备解毒药。你只负责变香，一旦发现不对，立刻退到温燕身边，不准追人，也不准替任何人挡危险。你把计划全告诉我了。本王答应过你，不会再替你做决定。明日可能会出事，你愿不愿意参加，由你自己选。我愿意。不是为了报恩，也不是因为本王命令你，是我自己想查清绵月香，也想替我娘找到真相。将军，明日宫宴所用的北京贡香已经送到，请您查验。这盒香现在没有毒。没有毒，那幕后之人怎么动手？它是绵月香的底香，只要在宴席上碰到另一种引子，就会立刻变成毒香。你以前去闻过这种底香？5年前，我娘被指控毒害先皇后，用的就是这一种。明日宫宴上，一定还藏着另一半毒饮。既然毒瘾藏在宫宴里，明日所有酒菜都提前检查。不能全部撤掉，东西少了一样，幕后的人发现计划口变，就不会出手了。等毒发作再查，太危险。贡香和毒瘾分开时都没有毒，明日先让他们正常入宴，我逐样闻过去，找到毒瘾后再动手。这是你自己的决定。是。你已经把计划全告诉我了，这一次不是拿我做饵。我守贡香，
秦风茶酒菜，温燕带好解药，发现不对立即救人。药箱和银针我会一直带在身上。一旦失控，先保命，不许逞强。知道了。沈将军平定北境军药贪腐，今日这场酒，朕亲自为你接风。臣不敢居功。既是为沈将军庆功，不如点上北京贡香，也让诸位闻一闻边关香气。别喝酒，马上灭香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贡香来自北境，沈昭宁，你竟敢在庆功宴上下毒！这盒贡香入宫前，我亲自验过，单独使用根本无毒。人已经倒下，你还想抵赖？沈将军没有说谎，真正的毒不止在香里。贡香单独闻，只有普通香味。贡香碰上梨花酒，才会变成绵月香。酒壶来自宁王府，不代表酒是本王下的毒，也可能是沈昭宁早已知道两者相遇会有毒，故意把贡香送进宫。你还敢反咬我？有刺客！萧承业，虚王在这里，你还要往温燕那边跑？解药和银针都在他身上，你再拽一会儿，不用等未来，你现在就要死了。毒线已经过手了，割开袖子，用布袋扎住上臂，把雪参解毒丸给我。毒暂时压住了。这个女子是谁？她不是王府妖婢，她叫顾小满，是救过本王2次，由本王亲自认可的医者。皇上，毒源尚未查清，沈昭宁带进宫的军药箱也该搜查。搜！皇上，军药箱内发现毒香原料。这不是我的东西。毒物、人证、贡香都在这里。沈将军还想如何解释？将沈昭宁押入天牢，立即查封所有北境军药。等一下，军药箱里的那张药方是我配的。既然药方是你的，毒香原料又在沈昭宁的军药箱里，那你们姐妹便是同谋。姐姐不知道箱子里有毒物，是我让她帮忙带药进宫，所有东西都与她无关。顾小满，你给我闭嘴！姐姐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没必要陪我受罪。药方上有它的标记，不代表这是一张毒方。方子是否被改过，军药箱是否被人动过，都还没有查。人证物证都在，摄政王还想包庇他们？顾小满刚刚救了满殿的人，也救了本王。若他真想下毒，何必当众拆穿绵月香？沈昭宁暂押大理寺，
顾小满由摄政王看管，3日内查清药方与君药香的来历。小满，不准替我乱认罪。先查清事实。你现在冲上去，只会把自己也送进牢里。你手里拿的是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要承认毒香香原料和药方都是你的，只让沈昭宁替你带进宫。只要我签字，姐姐就能出去。这上面写的都是假话。姐姐小时候救过我，还答应替顾家翻案。现在她因为我被关起来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。你有没有问过，他愿不愿意用你的命换自由？我欠姐姐一条命，还给她也是应该的。谁要你还命了？姐姐，我不能看着你替我坐牢。我小时候救你，是想让你好好活着，不是让你长大以后找机会把命还给我。可现在只有这个办法。这不是办法，是撒谎，是送死。你若敢认下自己没做过的罪，我第一个不认你这个妹妹。真想救我，就把陷害我的人找出来，别学你娘当年，一个人背下所有罪名，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不认假罪，我按事实救你，这才是我妹妹。香锁没有撬痕，钥匙也一直在姐姐身上，东西是怎么放进去的？会不会有人换了整只箱子？不会，香角这道刀痕是我小时候玩姐姐的刀留下的。这根线有问题。北境军用锋线从里到外都是红色，这根线只是临时泡过染料。这种染线药有紫苏矾的味道，京城只有宫中上药局用它修补药香。有人打开君药箱，放进毒物，再用同色线重新封头。王爷，宫宴前1日，宁王以慰问军士为名，带人进入过上药局。毒物不是姐姐带进宫的，是有人在上药局换了封口线。线索有了，但还缺能证明是谁动手的人。方才在大殿上，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我没有下毒？因为本王一开始就知道。从一开始，棺材里，你碰到本王衣领时，手上只有苦心草的味道。真正碰过绵月香的人，手上会留下甜腥味。所以你在棺材里就知道我不是凶手，却还是把我留在王府。本王想让幕后之人继续相信，你还能被他们利用。你那时也把我当成了诱饵。是。本王后来答应不再替你决定，不代表以前做过的事可以不认。王爷，宁王带来5年前清代毒案的原始医案，正在前堂等候。顾姑娘，你一直想替母亲翻案，可你娘亲手留下的，偏偏是一张毒方。医案与顾清娥留下的药方笔迹相同，这里写的药材和用量，确实可以配出绵月香。 5年前，顾清代用绵月香害死先皇后，5年后，他的女儿又用同样的毒方毒害摄政王。我娘不会害人。医案是他亲笔所写，2名老医官也验过了，你还想怎么替他解释？真的是我娘的字。现在你还敢说顾家母女与毒案无关吗？ 字迹是真的，不代表医案没有被人动过。如果这真是我娘留下的毒方呢？你可以自己查，也可以选择相信他。我要亲自查。这些纸页的顺序不对，药方都写在这里，换个顺序又能改变什么？当然呢。
这是证物，不可损坏。我不损坏字迹，只拆掉后来换上的冰定线。这些纸页被人打乱过。原来的顺序不是教人配毒，而是教人解毒。先用少量绵月香，让中毒者沉睡，减缓毒性进入心脉，随后加入苦心草化毒，再用血参护住心脉。这是一张完整的解毒方。按照现在的顺序配药，确实是在解绵月香。有人故意打乱纸页，把解毒步骤拼成了制毒步骤。我娘留下的不是毒方，她当年是在救先皇后。若他真有解药，先皇后为什么还是死了？解毒必须用血参，可这句话说明我娘当时还没有拿到药。这里还有东西。5年前，宁王尚未受封，掌管的正是景王府。我娘已经找到救人的办法，是景王府扣住了雪山。一张残缺的请药单，也可能是你们临时伪造的。是不是伪造？查5年前景王府的药材总账便知道。总账现在何处？仍封存在宁王府旧药库，血参入库和发放都会留下记录。秦风，立即带人封锁宁王府药库，取回5年前的药材总账。是。烧掉药库，一张纸也不能留下。只要找到总账，我娘的冤屈就能彻底洗清。不好了！宁王府旧药库突然起火，火势已经封住所有出口。回声狱里的那场火真的来了。秦风，带人去宁王府药库抢救总账。是。你留下。药库里全是易燃药材，普通水灭不了所有药火，我必须去。那场火和回声狱里的一样，你不怕了？怕，但药材总账能替我娘翻案，我不能因为害怕就什么都不做。还有6个人困在里面，烟太大，我们进不去。药库里有没有药醋？东墙下面有2桶。把布巾全部浸湿，捂住口鼻。所有人往走，不要站直。西边存着药酒，火最大，不能走。从东门撤，东边只有干药材。把东门铁链砍开。清点人数，1个都不能少。人都出来了，可5年前的药材总账还在内库，火再烧一会儿，总账就没了。内库在什么位置？穿过前库，最里面那间石室。你要进去？那本账能证明是谁扣下了救命的雪参。本王与你一起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留在外面接应。我知道药材怎么烧，也知道哪里能走。顾小满，你又想替本王决定？这次听我的。小满，开门！我拿到账本就出来，你不准进来。
怎么进来了？你把门锁上，本王只能走窗户。我让你留在外面。你刚说未来不是命令，怎么遇到生死，又让一块玉替我们做决定？我看见你倒在这里，我不想那件事发生。未来若真会发生，我们一起干。你把本王关在外面，算什么一起？我只是怕你死。本王也怕你死。萧承业，你不能死！我都留下来了，你不能还是死在这里。棺材里哭一次就够了，别每次都把本王当死人。你没死。再哭一会儿，可能真要被烟呛死了。出口都被堵住了。这里有风，后面一定能出去。秦风，王爷，顾姑娘，你们终于出来了。找到了。5年前扣药的人，和这次领取绵月香的人，都是萧景恒。秦风，封存总账，立即送回大理寺。是。王爷，宁王趁药库烧火，带人逃救向北城门了。封锁城门，不能让他离京。沈昭宁私自调兵入京，这是谋反。沈将军入宫前有令，若有人毁灭军药证据，杀害证人，立即封锁城门。宁王殿下若只是回府，为何带着银票和假身份录影？萧景恒，你烧得掉药库，烧不掉这本总账。5年前，景王府扣下先皇后的救命血参。5年后，宁王又从旧药库领取绵月香原料，总账和请药单都可能伪造。长亭驿站车夫和上药局小吏都已到堂。军药车经过长亭驿站时，是宁王府管事让我停留半个时辰，他们换了2只药箱，又重新封了线。宫宴前1日，宁王府的人取走染线药，还让我在出入名册上改成修补药箱。2个低贱小吏的话，也能定本王的罪。那宁王府白眉印的梨花酒呢？你把贡香和梨花酒分开送入宫，就是想让所有人认为他们都没有。 2样东西混合后，太医署已经验出绵月香与摄政王所中之毒完全相同。香药管事、花灯刺客、宫宴乐师，全都与宁王府有往来。你还想抵赖到什么时候？ 若不是萧承彦一直挡在本王前面，摄政之位早该是本王的。萧景天谋害先皇后，嫁祸忠良，灭政，数罪并罚，押入死牢。女医顾青蝶当年配制的是解毒方，并非毒方。今日恢复清明，撤销顾家罪敌。民女替母亲谢陛下还她清白。臣未经军令调兵入京，愿领军法。姐姐，有功要赏，有错也要认。沈昭宁擅调兵马，停职半年，但查清军药贪腐、护驾鸡凶有功。停职期满后，负责组建女子军医营。臣领旨。 原来你们拿的不是婚书，是兵符。
现在看明白了，还要不要把摄政王塞给我？姐姐，你就别笑我了。他不愿意要，那你准备怎么安排本王？王爷这么大的人，自己安排自己。小满，医馆铺面已经找好了。我叫罗婉晴，是温燕的未婚妻。我家经营药材，以后我管药材和账目，你们两个负责看病。未婚妻？我只是说与你合开医馆，从没说要娶你，是你自己一直没有问。狱里出现的场面都是真的，可他从没说过谁一定要嫁给谁，也没说谁一定会死。既然你已经不信命了，有件事该给本王答案了。皇上愿意为你我赐婚，只要你接下，赐婚立即生效。我不是不愿意嫁给你，是现在还不能结。愿意嫁，却不能接赐婚书。我刚脱离罪籍，还没有独立一级。现在接了圣旨，以后我能开医馆，能替人看病，别人只会说我是沾了摄政王妃的光。你在意别人怎么说？我在意那些没有摄政王可嫁的女子怎么办？我娘医术再好，也不能在药方上写自己的名字。救了人，功劳是医官的，出了事，罪名却能落在他身上。我想参加考核，凭自己的医术取得一级，以后我开的每张药方都写顾小满，功劳是我的，责任也是我的。你想改掉女子必须依附父兄或者丈夫行医的规矩？不是只给我一块名牌，是所有通过考核的女子都能有自己的名牌。本王替你上奏。不，我自己说，这是我要争的东西，不能每次都让你替我开口。好，明日早朝你自己说。你辨毒、救人、查案的记录都在这里。本王只替你整理证据，剩下的话由你自己讲。你不怕我当着满朝文武拒绝赐婚，让你没面子？本王求的是你愿意，不是让你不敢拒绝。摄政王请朕赐婚，你不接圣旨，反而来请求独立一级。民女愿意嫁给摄政王，但在嫁人之前，民女想先以顾小月的名字取得行医资格。你要的不是一个人的一级，而是朝廷改变现有规矩。是。女子离开官署和家族约束，若开错药方，医坏病人，该由谁负责？男医开错药，查药方，查医籍，查开药的人；女医出了错，也照样查。女子如何证明自己有独立行医的本事？考试，男女使用同一套医书，同一批药材，也可以参加同样的考核。考不过，不能行医；考得过，就该允许他在药方上写自己的名字。若我娘当年能独立署名，她配的是毒方还是解毒方，一查便知，不会有人抹掉她救人的名字，又把害人的罪名推给她。太医院设立女医考核，现在京城与女子军医营试行。顾小满参加首场考核，若能通过，便取得大圣第一份独立女医籍。民女领旨。顾医师，恭喜开张！这次不用借任何人的身份，名牌上只有你自己的名字。我终于等到了。我负责要药材和账目，温燕负责疑难杂答症，小满负责坐诊。谁敢把医馆赔空，我就扣谁的银子。顾医者，看来以后不能乱给穷人免诊锦了。没钱的可以先记账，有钱了再还。行，今日开张，你说了算。顾医者现在有自己的医籍，也有自己的医馆，本王可以重新求亲了吗？先看看这次带来的是什么。
赐婚圣旨呢？已经退回去了。皇上没有生气。本王成亲，不需要皇上替你点头。你又讲了什么？若再拿顾小满做饵，婚书立即作废。这条必须写。本王已经改了。改了才敢签。现在哪家？愿意。顾议者，我家从旧墓里挖出一块回生玉，卖玉的人说它能预见未来，您看能不能入药？不能入药，也别拿它问命。这么好的玉，为什么不能问？命要自己过，少问石头。不许提我以前做过的傻事儿。好，不提。顾医师，该给我看诊了。来了。